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我们分享的时间。那我今天想要跟各位介绍一个 AI 线上笔记本的一个 AI 工具，叫做 Notebook LM。它是这个 Google 所开发的一个 AI 工具，那里面有所谓 Gemini 的一个这个配置在里面。那它是2023年就已经被开发出来的一个 AI 工具，所以呢，在这个今年半年当中呢，它大量的被开发出来，使用在各种不同的一个功能上面，比如说在生文字上面它可以帮我们生成摘要，或者是一些简介文件，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使用指南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使用的。那第二个部分，像文字生语音，它也没有问题它的特色，它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文字资料转成语音，比如说做成一个 podcast， 那我们搭配其他的这些像剪映的一个软体或是 CapCut 等等，我们就可以制作成一个影音档它除了这种只有音讯的部分叫 podcast， 那我们如果还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教育的影音的，可以做学习的一个档案这个我们后面呢，我们都教给大家。第三个部分呢是语音转文字也就是在协作我们的会议记录上面，它也可以帮我们来做一部分的工作。那我们就往下看它有什么特别的部分。这个是它的一个主画面，就是 Notebook LM。那这边呢，它就跟你讲说，它就是你专属的 AI 研究助理那非常好。那我们希望的当然就是它是一个免费的研究助理非常棒。所以呢，它的上传来源呢，它可以有 PDF 或 YouTube 或音讯等等，这些都是它的一个这个主要可以放进去的一个档案。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纲有哪一些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 AI 产生各种文字资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文字产文字。第二个部分呢则是文字可以产生语音档的制作，就是像我们的 podcast， 甚至呢我们还可以把它做成除了音讯之外还可以有影片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它可以帮我们做文字的部分再转语音的部分再转成文字这个部分也可以来帮我们做会议记录。等于今天我们一次给大家3种不同的体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就是文字产文字AI 产文字的部分呢，它主要有5个部分是可以帮助大家来使用。第一个部分是常见问题，第二个部分是学习指南，还有这个目录。第4个部分是简介文件，第5个部分是时间轴。那我们来分别看一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它这边是它的一个主画面，它这边有一些它已经自己先建立好的一些范例笔记本那您可以都点进去看一下。或者是说今天假设我们开始要练习做这个笔记的时候，你看这是我之前可能都有先点进去那这边呢，如果我们要新增一个，你就是新增一个笔记本，那你就点进去之后，它会跑来这个界面，那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档案呢放进来。那它主要可以做哪些部分？像行销企划书课程的阅读资料、研究笔记、会议转录稿，或是销售文件等等这些都可以来做。那它支援的档案格式呢，包含了 PDF 或是纯文字档.txt， 或是一个这个 Markdown 的一个档案，或是音讯像 MP3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它要做会议记录部分。那它的来源呢，可以从哪里？除了你自己贴上文字之外，它还可以从我们的Google 云端把你的 Google 文件或者是 Google 的简报都传上来它也可以帮你做分析。或者是说你给它一个档案给它一个网站的一个网址或 YouTube 的网址，它也可以来帮你做分析所以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单位上的一个网站，你也可以把它的
连结贴上来，那你可以请他呢去帮你做我们这一个单位的这个特性或者是特色，他来帮你做一个分析的结果，那你来看一下这样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第一个部分呢，如果假设我今天把一个 PDF 档是一篇那个关于疫苗的论文，那我们首先贴进来的时候，它在瞬间大概就不到5秒的时间，它会帮你产生它的摘要。那你如果详细点进去的时候，我们等一下看下一页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它可以预设帮你生成这5个部分这刚前面我们也提过。那它也可以呢帮你一些建议的问题呢都提出来。如果假设你自己想不到问题的话，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提出问题所以像学生在做学习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好，那另外当然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要做这个音讯档的部分，就是 Podcast 的音讯的部分。那它像我们档案点进来的时候，它会很迅速的在5秒以内如果一般因为如果不是那么长，大概就是5秒到10秒以内，很快的一个速度它帮你产生。那在这边呢，它也会列出来说它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包含比如说这边有5大项，第2剂加强针的副作用什么之类的，还有疫苗的厂牌以及一些副作用，还有个人化的一些政策等等。而且它会它会帮你做中文的翻译中文还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语言，你要做知识的吸收，在这上面呢，我们应该都会更快的来学习。那底下呢就有它英文的一个原文就在下面。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就是常见问题。它常见问题会有哪些？比如说我们这边就是点选了，刚刚在首页那边我们点选了常见问题，那这边它马上就帮你归纳出来它的常见问题有哪一些。比如说接种第2剂的 COVID-19 疫苗之后的一些不良反应的几率这边就会帮你写，因为这在它 paper 里面它有注明这些。那这边它就条列出来有5个，那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有这边有6、7、8，总共有8点所以相当的多。所以对于我们在做研究分析上面，你如果要去 review 一些别人的 paper 或是一些结果的话，这边都可以让我们很快速的来做分析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有这个效果其实都不错的。那第2个部分呢，是可以让我们来学习这个学习指南的部分。什么是学习指南？就比如说它这边还帮我们把一些关键字的一个部分写出来。2个非常好的部分这个绝对是所有同仁跟老师，你们常常有时候变成讲师的时候，你们可能必须要出一些题目。那在这边呢，它已经可以自动帮我们产生一些题目跟答案相当的厉害。我觉得这一个呢是对于这个比如说需要当老师的人真的帮助很大你像这边是他的答案，刚前面有题目，这边是答案，所以呢这个老师呢就要善加利用这个。所以呢我一直提出来，你看他这边其实有10点那他可以列出来有问答题的这个题目以及答案还有这个申论题的一个思考方向，还有关键词汇的一个归纳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它的一个强项。那第3个部分是目录。目录就像是我们一本书一样，它可以把我们的论文从导论还有材料方法以及它的一些结果讨论跟结论的部分，就等同它是把我们的这个整篇 paper 的重点，也就帮我们做成一个类似书籍的目录一样。你如果要把它中文化来做教学或做一个文章的一个撰写的话，其实帮助都很大这因为我个人最近也在写一些文章的部分，中文的，所以呢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它对我帮助很大，我也希望说这个功能可以跟各位做分享。再来是时间轴。时间轴呢就是在我们比如说文章里面它有一些
时间的一个搭配，比如说从2022年的10月到2023年的1月，那它这边有一些内容的部分我们不仔细看，那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时间它有不同的一些event 在里面那你就可以来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那这边呢也会有它的结果，研究结果发表有没有？你看这边它会告诉你说它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有多少，第二剂最佳剂有多少，这边都相当清楚所以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这个结果真的是不错使用。那这边呢当然也有一些作者，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作者当然翻译上绝对可能会有问题那像这个名字有些有写错的，那这个你可以在想，如果说你要用他的资料，你后面呢你可能还要自己去做一些修改这是必须大家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部分不是整篇code还是有些部分你要去确认它内容有没有错误。那再来呢第5个部分是简介文件简介文件，比如说他这边会从我们的给我们一个摘要，他就会说这篇文章是谁写的，那他这边是在比如说台湾有最高的这个疫苗接种率那与其他国家主要针对高风险的族群的策略不同，那我们的策略不同，那它的研究方法它也很明显的帮你用条列式4点就帮你把这个 paper 的一个重点讲完了。那主要发现呢当然就在下一页主要的一个发现就在这边那主要结论或者是它的重要观点这边也是帮我们把它列出有3点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简介文件它也归纳得很好，而且有中文英文，我们来看都非常的容易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这样子。那跳到第2个部分第2个部分呢是它的一个文字转语音的一个部分就是大家现在目前都强调说它可以做 podcast， 所以这是一个它的强项。那我现在是把所有大家目前最近半年1年以来大家做过几项比较特别的功能，我都把它拿来这一次跟各位做比较完整的分享。那我们首先呢进入到它这个主画面笔记本的导览这边，那你会看到右上角这边就是它准备要你点选这个位置，那点选完之后呢就会跑出来，我们看到右上角这个部分就是深入探讨它会有2个主持人的一个对话，那目前呢都仅限于用英文对话，未来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中文所以我们可以期待。那现在因为都免费使用因为它这个开发比较晚，所以呢它现在可能大量让我们使用，以后有可能要做收费所以呢大家要趁着现在还免费的时候好好来使用。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你按下去之后，它生成大概都是12分钟左右的一个影片不更正是录音就是录音访谈的一个影音不是影音档音讯档，那你可以把它下载。那下载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档案，那我们各位来听一下它出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All right, let's dive in. Today we're looking at adverse events after that second COVID booster shot. Interesting stuff. Yeah, and we've got a research article straight from Taiwan. Oh, wow. And I think you'll find it pretty interesting because it's unique. Oh, in what way? Well, Taiwan has a universal booster program. Ah, I see. So unlike a lot of other places where boosters are mostly for high-risk groups, Right. In Taiwan, everyone's eligible. So it gives us a much broader perspective then. Yeah. We're not just talking about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here. We're getting a glimpse of what's happening on a much larger scale. I like it. Yeah, so this study focused on data. OK， 那我们暂时先听一段就好了因为这个一段，那我们后面还会有做成影音的部分那我们等一下也还会再听一小段那所以呢，你看它的对话呢其实是相当清楚的所以呢，如果后面它越清楚，我们后面要做所谓的比如说字幕的这个辨识之类的，它会越精准
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学习英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tool 所以大家可以呢善用这样的一个工具，那来制作你自己的，或者是说你要制作你的一个 paper 的专属的 podcast 分享都可以。All right, let's dive in. 好，那我们看一下，假设我们要把它做成，从音讯档我们要做成所谓的这种影音档要怎么做？这个剪映的一个整个过程呢，我就不详细的做介绍，因为我们在之前呢都有做过影片那各位如果要看影片的话，你可以从这个QR code 或者是这个我们北荣大数据中心的这个 YT 上面呢，就是这一堂的 QR code 有剪映，或者是你上这个网址，你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 YouTube 的一个影片的地方，有详细的教学。那我这边呢大概简述这是它的一个画面。那我们把这一个音讯档直接拖拉到我们的这个音轨上面那它就可以直接来做编辑。那我们要后续呢，当然它只有音讯档，但是呢我们中间必须要做所谓字幕的你看这边有字幕，这边呢我们把它的中文字幕跟英文字幕两个字幕都做出来了。当然其实老实讲，如果要把这个东西再教一次，其实可能是要10做课那它需要有一点点时间，也可以单独再拉出来做一堂课所以我让大家看成果。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有中英两个部分的一个字幕都在上面了。Today we're looking at adverse events after that second COVID booster shot. Interesting stuff. Yeah, and we've got a research article straight from Taiwan. Oh, wow. And I think you'll find it pretty interesting because it's unique. Oh, in what way? Well, Taiwan has a universal booster program. Ah, I see. So unlike a lot of other places where boosters are mostly for high-risk groups, right, in Taiwan, everyone's eligible. So it gives us a much broader perspective then. Yeah. We're not just talking about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here. We're getting a glimpse of what's happening on a much larger scale. I like it. Yeah. So this study focused on data from over 441 people. Okay. Who got their second booster at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Gotcha. They used a self-reported survey. Self-reported, huh? Yeah, which, as we know, has its limitations. Definitely, self-reporting can sometimes, lead to an overestimation of adverse events. Right. It's possible that people who didn't have any side effects just didn't bother. Yeah. They weren't as motivated to fill out this. And today we're looking at... 好，那我们这个影片呢，我们先暂时看到这里其实老实讲，如果各位这样看应该会觉得这个学习会比我们刚刚单纯用音讯档的学习会来得更好。所以呢，我会建议说，就是说如果有在教学的老师们你们也可以把它做成类似这样有中英字幕可以提供给学生不管我们是在医学上面，或者是说在这个语文方面的学系老师要教给学生，或学生你要交报告这个都是一个蛮方便来使用的一个技巧。那各位可以多加的把握。那再来呢，我们要看到第三个部分咯。第三个部分是语音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会议里面我们会有录音，那我们想要把它转文字，那它这个会议记录的撰写应该怎么做？那一样很简单，我们把一个音讯一样上传到这个位置拉过来或者是你把它点选进来。那点选进来之后呢，他会直接先给你一个摘要说这段录音是做什么用的。当然我必须强调，我现在给各位看的东西呢，有一些是因为我还没有修正。比如说他刚刚那个录音档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比如说他已经辨识出来台北荣总的这个台北，他就没有把它完整的写好所以如果说中间有错字，必须你要改好。我现在是因为要做课给大家先看，所以我没有做完整的一个就是把它的字幕改的正确，所以还是有部分的错误所以各位要小心。那这边呢，一样它辨识上面呢，比如说他会写说这段录音是关于一个名为 TMI， 其实是 TPMI所以可能是我们发音因为录音我们不会像刚刚那 podcast 讲那么清楚，那有一些音是轻音，你就会
它辨识上面就会忽略掉。那所以呢，有时候你是大概自己看得知道，但是你如果说要沿用它这一段中文的一个文字的话，你必须都要做修改。这边我就是要特别再跟各位去做这个叮咛的部分。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文件汇进来之后，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就是把这个请他帮你做成会议记录，语音改为通顺，最迟就把它去除。这一段话非常重要，你就是要请他稍微帮你改。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它其实就是只要把它输进来，那你下一个 prompt 这边就是可以下 prompt。在前面我们刚讲第一个部分呢，它那边也有一些功能。那你如果说有一些你希望去跟他做对话的部分，或是要问他什么，你其实因为它是 Gemini， 就有点像 ChatGPT 的一个对话的 AI 工具，所以你一样是可以跟他做对话。而且像翻译的部分啊，也有人认为说 Gemini 的一个翻译其实是优于 ChatGPT 或是 Copilot，各位可以去做一个试用看看。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那它会帮你看这个就是它实际上它就会帮你写成一个会议记录。那这边是主席致辞、背景说明还有这边合作的，当然它中间我再次强调，就它会有一些错字，你可能就要去做修改。那在这边呢，我老实讲，我自己稍微看除了这边像 TPMI 这边它稍微有一点小错字，其他的呢，其他辨识度我老实讲，我觉得还不错这边也是有小错字啊，就是英文的部分它中英夹杂，那比起你一个一个字去抠的话已经算节省很多时间了。所以呢，这边它也有会帮你再归纳出来几个问题，比如说台湾的什么这边可以有什么跟全球什么差异啊，或是本院进行需要哪些步骤或是这边的样本数是否足够之类的那这边你都可以自行的提出问题所以我觉得它的功能上呢，这几个功能都是不错使用的所以各位来试用看看。那很快的我们就把它做一个 summary 一个结论。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个 Notebook 的 LM， 所以提供你在除了你用 Notion 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由 Google Gemini 的一个内建，那它可以来帮你做第一个部分是文字产文字的一个这种所谓的一些描述性的文字，你都可以来做使用。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文字来转语音，就是产生 podcast 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语音转文字语音转文字就像我们做会议记录，那你也可以透过呢剪映专业版或是 podcast 达到我们以上的协作的一个功能那今天呢我们简单的分享到这边。我是大数据中心的杨峰云检师，您的鼓励是我持续的动力，这是我的联络资料。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到我们北荣大数据中心的 YT 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有最新的影片就会分享给大家。谢谢您，拜拜。